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重新弄一个黑苹果的主机啊，它的配置是这样：CPU 是 i5-9600K，主板是技嘉 Z390M，然后显卡是蓝宝石 X570，然后 WiFi 跟蓝牙是凤威 T919啊，这两个都是免区的啊，其实比较好搞。以前在录黑苹果的视频当中也讲过，最好嘛用自驱的硬件，这样子你可以省事很多，而且硬件资源的利用率会高很多啊，然后稳定性也会好很多。那 OK，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第一步我们是要去升级 BIOS 啊，升级 BIOS。那我们先要升级一下我们的 BIOS 啊，我们在老的 BIOS 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选项的，没有那个 Safety Lock，但不止这一个，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啊。那为了方便一下，那我们这是我之前搜过的啊。其实你到这个技嘉的官网，因为我们这块主板是技嘉的嘛，我们来搜一下，那我很快可以找到 Z390M 这个主板的型号，对吧？然后我们在里面去找 BIOS，我们当前的 BIOS 版本是 F5，哦，sorry，F5，那么当前的版本，那这个版本里面其实是没有 CFG Lock 这个选项的。那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主板的 BIOS 更新成 F6J 这个版本。那第一版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干嘛？我们要准备一个 U 盘。我这个 U 盘我已经插到电脑里面去了啊，就老毛淘这个 U 盘。那这个 U 盘其实里面是有一个 EFI 目录的。这个 EFI 目录我们看一下属性啊，它是 FAT32格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 FAT32格式的U 盘啊。那在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BIOS 吧。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BIOS。那干嘛呢？我们刚刚不是下载了这个文件吗？我们把这个文件都拖到，其实就一个文件有用啊。等一下到那个 BIOS 的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就这一个界面有用。因为我没有，对，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对吧？我们没有那个，哎，我们顺便下载一个使用手册吧，就是放到桌面上吧。因为这个主板新买的，我也不是，不对，买二手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主板的布线什么的啊，之前都没看。OK，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重启一下电脑呗。OK，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BIOS，我们在这里面按 F8键，咦，没反应啊，啊来了，然后按了 F8键，这里边有个叫 Update BIOS 嘛，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上角的，它是有我们当前的 BIOS 的版本，F5的，还有日期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在这后我们就更新 BIOS 就好了。OK，更新 BIOS 嘛，然后这个选中。那刚刚，哎，在哪里有一个 BIOS 目录呀？我们在这选取我们刚刚的那个 EFI BIOS 目录，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是吧？那点下一步，注意这个时候电脑是不可以断电的。那 Yes，好，正在更新。OK，他说要 press 哪一个 to start 呀？哦，不是这个 to start。好，那我们现在不要动它，让它慢慢的去更新吧。
好像需要很久的时间。希望电脑不要炸锅吧。好慢呢，我先关掉了，等它好了我再来录吧。OK，那现在我们重启了之后，它有时候会重启好几次。它重启了之后，貌似好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在 System Info 里面，对，BIOS version 啊，已经变成最新版了。然后我们看 Boot 选项里面有没有 CFG Lock，来看看 CFG Lock 已经出来了。OK， OK，那 BIOS 升级好了之后，我们要去做一下 BIOS 的修改项，我们去修改 BIOS。那关于修改 BIOS，那我只能照着文档说一下啊，又没有办法录制，因为我没有设备啊。config plist，config lake，最后选项。在这里，他说要 disable 这么多选项，对吧？然后要 enable 这么多选项。那我也是在 BIOS 里面找了，这个 disable 嘛，差不多我是找着了。这个 enable 嘛，这个找不到，那我就没开了，然后这个也没找着，这个也没找着，没开了。那这个我也没找着。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楼主最近又感冒了，然后也没有精力去一个个的查这是干嘛的，因为我上一个主板都找着了，所以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查一查吧，反正它能启动。当然这个也比较简单啊，那我们主要还讲 EFI 是怎么做啊。那 EFI 怎么做？OK， 我们首先去下 OpenCore PKG 啊，我们要把这个文件给下下来。它的最新版已经到了 0.6.8 了。OK， 下它的 release 版本。我们肯定不会下在桌面上，对不对？给当漏子嘛，在这里。那我们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就叫 EFI。之前的做法是一样的啊。把这个 EFI 打开，然后这个打开。那我们要的就是x64，把这两个拖过来啊。那拖过来之后，我们里面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的，比如 drivers 里面有很多都是没有用的，这个嘛其实没有什么用。在 OC 引导界面下，我不太需要这个东西，我把它删掉。这个没有用，这个没有。Canopy 要的，Runtime 要 USB， 是 USB mouse， 不要的。留下这4个文件，啊，这是 OC， 好，这个都是空的 ，resource 应该也是空的 ，OK， 太好了。Tools 里面也对是吧？OK， 那我们基本的一个OC 的框架结构就弄好了。那有了这个框架结构，那我们接下来就照着文档做。这个文档之前已经说过的啊，我们先去看 gathering files， 它里面讲的这2个是必须要的。这个还没改啊 ，HS Plus， 那不有 Open 吗？这俩是同一个文件吗？居然不是同一个文件，有多大差别？我没有研究过啊。哪位网友知道这2个有多大差别？跟 OpenHFS Plus 有多大差别？
可以留言给我。那他解释了这几个东西的用途，是吧？用途，跟我没关系。好，我们需要的是这几个 Watch SMSA。我们来下载下来。我们要哪几个 Watch SMC Super IO Processor， 好像这3个就够了。看一下文档吧，它上面应该有解释，这每个是干啥用的。居然没有解释啊！居然没有解释啊！算了，例路啊。对，它是干嘛的？它是一个基础文件啊，非常重要的。哦，这里有解释，他说 processor 是做什么的？CPU 的这个温度啊。Super IO 是干嘛的？对啊 ，monitor 对吧 ？Fan speed、light sensor、laptop 用。如果你是桌面的，就可以忽略。这个电池我们更没有，对吧？这我们又不是戴尔的机器，对吧 ？Whatever screen，这个需要的。声音。过来了，过来了。网卡。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需要注入的这些都已经弄好了啊。那下一步我们要弄什么呢？我们要弄这个 SSDT 啊。那我们点过了 ICPI， 在 ICPI 里面，我们要选择我们是什么样的 CPU 架构啊？在这里。我们是 i5-9600K， 它9代应该是 Coffee Lake 架构。那 Coffee Lake 架构它需要这几个文件，1、2、3、4、5。这个好像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啊，我们只需要4个文件就够了啊。那 OK， 那我们看第一个文件怎么弄。他说如果用这个如果用 SSDT time 怎么弄？对，
SSDT time，那 dump SDT run，那 OK， 我们这里有 SSDT time， 然后我们更新一下。已经是最新的了。那我们更新完了之后，我们启动它。哦，我这里有一些历史的东西啊，我们把它删掉。好，我们把它删掉。那第一步我们要干嘛？我们要 dump DSDT， 为什么？因为这个之前说过的啊，就是你要根据这个去查你的一些接口的信息，包括 looping count， 包括 LPCB 的这个接口名字叫什么啊？那我们先把它 dump 出来。好，这个东西已经 dump 出来了啊。它 dump 出来了之后干嘛呢？哎呀，我应该有2个窗口。再弄一个窗口，再弄一个窗口。只开了一个是吧？再弄一个窗口。这里有没有用的，我们把它删除掉啊。然后这个文件是一个编译之后的文件，我们要反编译一下，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反编译一下啊。那反编译一下呢，那我们启动一个窗口命令。那启动一个窗口命令。SDT time， 不对，对，在这里，ASL DSDT， 好，它已经反编译好了，这就是反编译之后的文件。我们先打开放在这里，我们先不要管它，我们放在这里啊，等一下是有用处的。OK， 我们回到这个 plugin type 啊，他说然后先 dump DSDT， 然后再 run 这个 plug type 啊。那我们按照它的做法 ，run plug type 在这个啊 ，plug type plugin type 4，好，这个就生成好了。那这个我们搞定了，然后需要的是什么 ？EC USB 对吧？它有说 EC USB， 我们简单看一下，没说啥，再点过来吧。然后 Fake EC， 我们不是 laptops， 是 desktops， Fake EC， 因为我前面已经做过了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AWORK， 好 ，AWORK 它有说，AWORK， 对 ，HEDT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手动 ，for most users， 那我们就手动嘛。对，手动它干嘛？他说先打开这个文件，对，去找，先打开这个 DSDT 文件，我们去找这个，对，我们先找一下，不是打开过了吗？没有，没有，那没有，那我们干嘛呢？那 double check 这个，去找这一段。好，这时候有了啊。那我们底下有没有那个 states？ 没有，是吧？它上面说，如果底下有这个 states 的，他说如果没有，没有这一段，那我们是 RTC0 method。那如果是 RTC0 method，它要干嘛？我要先下载这个，我们先把它打开。点
弱，那就是把这一部分复制下来嘛。那复制下来放到这个里面，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叫 SSDT RTC0 DSL， 我们把它打开，然后把它粘贴进去。好，那我们要去看一看文档，他刚刚说的是什么？他刚刚说的是这样子，你要先去是在 DSDT 文件里去搜索这个，那我们去搜索一下。好，找到了，找到了之后，这上面有一个 device 叫 LPCB， 是吧？它的意思就是你的 looping count 叫什么名字？它叫 LPC， 我们叫 LPCB。它的 PCI 的路径叫什么？叫 PCI 0。那这个搜索什么？搜索这个，我们去看一下啊，叫什么名字？我们叫 PCI 0，对，它叫什么？它也叫 PCI 0，对啊。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RTC 0里面要不要改？对啊，这个叫 PCI 0 LPCB，所以我们这个文件是不需要改的，我们去掉这个文件就好了。OK， 其实大部分都不需要改的。然后 PMC， 哦 ，SSD time 就可以搞定，就直接输 PMC 是5是吧？它这是什么 ？PMC 是5。这它的我们只需要4个就好了啊。那只需要4个就好了啊，那这个就用不上了，把它擦掉，用不上了。但是这里 RTC 0是没有那个文件，是没有，是没有那个编译后的文件的，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放到这个目录里面来，我们要编译一下它，把它编译成叫 SSDT RTC。好，那这个文件就算做好了，那我们把它拷回来。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几个编译后的文件，4个编译后的文件复制到我们的 EFI 里面 ，EFI SAPI 目录里面，然后把这个4个文件复制过来就好了。OK， 那这4个文件复制过来了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下一步我们要去编辑一下 config 点 plist。OK， 那刚刚我们搞定了这个 SPI， 那现在我们要去搞定这个 config 点 plist。那我们是 coffee leak 啊，我们这里点过来。他说现在支持是 0.6.8， 用 Power Tree 啊，其中这里有几个。那这个文件是这样啊，在 OSM 里我们是没有这个的。那刚刚在我们下载的。刚刚我们下载download X64，不对 ，docs， 对 sample 点 plist。OK，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sample 点 plist， 我们把它拖过来，然后叉，把它改成 config 点 plist。那现在我们就要通过这个 example 点 plist 去把它改成我们要的啊。那要怎么做呢？第一步我们要去 Pop Tree
啊，我去启动 Pop Tree，在 APPS Hackintosh 这里有个 Pop Tree 啊，我们把 Pop Tree 看看有没有更新，有没有必要更新一下啊？有吗？呀，真有更新。好，那现在我就启动 Pop Tree 啊。难道是分辨率的问题吗？果然是分辨率的问题。不行，我得改回来，要不然好。那我们打开刚刚桌面在哪？桌面的 OC， 我们打开这个 config 点 plist。那打开了之后，我们要就是这个目录。好，那这里值都对了啊，这里值都对了。然后现在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听指挥是吧？听文档指挥。我们听文档指挥，文档在哪？文档在这里。然后首先这个要 OK 的，把个 USB 插 EC。EC USB 插 EC 就是跟 USB 插合成一个文件的。OK， 那我们先不管它，不管它。这个应该是 EC 合成一个文件。好，按照它的要求改。这个是在 ICPI boot Quicks，ICPI boot Quicks。咦？哦，就 boot Quicks。里面有几个选项，第一个这个改成 yes，true。false。啊，这几项我改完了。啊，他说 Z390是必须的，这个 Protect UEFI Service 啊。Device Properties。
device properties 是在device properties 第一个。我们要增加一个这个聊台历，我们在底下增加一个。child， 这个 dictionary， 然后我们在底下去增加几个值。第一个，我们要 GPU 做什么 ？New child， 我们这台机器的核显 driver for display don't know used for computing task， 我们应该选第三个，因为我们是有读显的。这是 string 还是什么？哦，它是 data 格式的。然后 frame buffer 这两个字好像不用设，我的 BIOS 里面有，它的意思就 BIOS 里面有，应该是。frame buffers。放上来吧，感觉没什么用。这个值是多少？应该是64兆啊。ALC support codes， 然后到 kernel， kernel 里面只有几个 quicks。safety lock 我们不需要开的，因为我们有。custom 也不需要。它这边应该是有的。Yes， 有谁 ？VT 跟 D，VT 跟 D 是有的，所以这个不要的。惠普 machine requires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这个 panic no。这个改成 yes。yes。x h limit yes。好，这个改好了。到杂项，那杂项里面有什么要改的呢？第一个是 debug。debug 打开 target，
日期，别管为什么是日期，输入就好了。security， all environment reset true， 然后 scan policy， option， 东微软。boot arg， string， 就2个字嘛，对，2个字。plate info， 先 save 一下。哦，不是吧？算了，这里来。apps， 点击一下。select config 点 plist， 他难道自己可以改啊？这么牛？iMac 196。第一个。
196对。UEFI Open Canopy Quicks Unblock Whip。 OK， 那现在我们 config 点 plist 就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整个的复制到那个 EFI 分区里面去。那我们重启好了，现在就在这个 OC 的引导界面，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 macOS。OK， 系统正在引导。OK， 那现在我系统已经启动好了，那我们看三码都是 OK 的，对，所有的都是正常的。所以现在让我们再看一下，版本，那版本也是 0.6.8，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 OK 的。那今天这个，因为我这个 macOS 之前是装好的，所以我启动的时候，我只需要把 EFI 做好了，那安装的步骤就没有了。对，那安装的步骤嘛，如果要看嘛，去参考以前的视频。好，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拜拜。